别再说他翻车了，哪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6月25日，李子柒因邀在央视的演讲视频中播出。视频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毕竟被质疑过有团队，被质疑过摆拍。李子柒曾被多次指责翻车。李子柒的这句话也算是对所有言论的回应。在之前，李子柒发的《桃林游记》视频里，被不少人盯住开场的15秒雪景，他们认为这些雪是假的，而且人像和雪景交界模糊突兀，所以一口咬定断定李子柒是抠图的。这件事闹到上热搜，众说纷纭，直到摄影博主发文帮李子柒澄清是后期制作美化主体和背景间虚化导致，才算闹剧结束。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片头这15秒也跟视频主题毫无关联，只因为它是李子柒，才被冠以翻车，被人等着看笑话。可惜是李子柒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李子柒说自己从5、6岁开始便跟着乡下的爷爷奶奶生活，每天耳濡目染着爷爷干农活、做香厨、编竹货，常年累月干活，他手上的老茧骗不了人。而他能成为李子柒，也是生活给他额外开的一扇窗。从14岁辍学到年赚1.68亿，李子柒的人生开场一点也没有大女主光环。她是四川绵阳人，父母在她很小时候就离婚了。她跟着父亲，可随后父亲再娶，继母对她很恶劣，平时动辄打骂。李子柒6岁时犯了一点错，就被继母抓着头发往水沟里按。爷爷奶奶看她过得太苦，就把她接过来抚养。穷人孩子早当家，李子柒从小就经常跟着爷爷学做饭、做木工、干农活。14岁时，李子柒就辍学了。为了赚钱，他去大城市打工，在外面漂了8年，当过服务员，也做过夜店 DJ， 啃过2个月的馒头，也曾因没钱交租睡过公园椅子。直到他的奶奶突然病倒，对李子柒来说，奶奶就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温暖。于是他辞掉工作，带着所有的积蓄回到大山照顾奶奶。回来后，他开过网店，但网店生意并不好。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把自己做饭的内容拍下来，传到网上，没想到还有很多人喜欢看。就这样，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很多人吐槽李子柒的一点是说李子柒有团队，可他的视频不仅质量高，而且影响力强，有团队又怎么成了黑点了呢？何况李子柒曾经澄清过，前期全部都是自己拍，没钱买全套设备，就拿椅子架起来拍，自己趴在地上拍，日常挂彩更是常事，被刀割手，竹条崩脸，木头钉到手指。有团队他也坚持实拍。李子柒的助理说，有一次我们在山上去打板栗，七姐在下坡时抓到一个枯树枝摔了，那是一个很陡的坡，几乎可以说七姐就这样脚朝上头朝下的摔下去了。好在她背了一个背篓，正是这个背篓救了她一命。2021年2月，李子柒以1410万的 YouTube 粉丝刷新了最多订阅量的 YouTube 中文频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19年，李子柒的年收入就已经破1.68亿元，光是在 YouTube 上就每个月赚几十万的美元的外汇，连央视热评都大力点赞过他，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他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这才是该红的网红。有人说，看他的视频瞬间就安静下来了，觉得生活太美好了，但这一切都是高质量坚持的结果。为了拍2周年的面，李子柒拜师学了2个多月，每天练习，拉到第2天胳膊都抬不起来。拉面2分钟的镜头拍了200多个，最后只用上了50个。为了拍文房四宝，他又花了2000年的时间请教老工匠。拍刺绣，他就去找飞鱼传人孟德芝老师学习；拍木火机印刷术，花半年时间请老师傅教。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网红，博丑、博出位、蹲热点，各种都有。但唯有李子柒这样的网红太少了，而这才是该红的网红。
也许有多少的喜欢，就有多少的争比。但还是那句话，李子柒赚该赚的钱，没啥好吐槽的。而对于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还真没那么难。